在谈论贸易保护主义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它的历史根源。贸易保护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那时，欧洲的各大国家通过高额关税和严格的进口限制，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这种政策逻辑基于一种零和观念，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2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贸易保护主义达到了顶峰。许多国家设立壁垒，以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这一时期，美国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就是一个著名例子。该法案大幅提高了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试图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来复苏经济。然而，这一做法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新兴产业成长，抵御外国竞争压力，保护国内就业。例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往往会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培养本国的制造业。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都可能造成远-reaching consequences。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国内外的经济不平衡，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感到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利益。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议，还体现在它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上。当一个国家提高关税或实施进口限制时，其贸易伙伴可能会采取类似措施报复，从而触发一连串的贸易壁垒提升。这种以牙还牙的策略最终可能导致全球贸易的萎缩，对所有国家都造成损害。在探讨不同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背景和细节时，我们可以从3个典型的例子入手：美国、中国和欧盟。首先，让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历史上的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在20世纪初，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例如，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这是一项旨在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当时，美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工业产出大幅下降。政府希望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减少外国商品的竞争，从而刺激国内生产和就业。然而，这一政策引发了全球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许多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增加了美国出口的关税，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接着是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中国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方面采取了更加微妙和复杂的策略。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设定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保护其脆弱的国内产业。随着经济的成熟和发展，中国逐渐放宽了这些限制，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高科技和新能源，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态度。中国政府通过对外资企业的准入限制和技术转让要求，以及对国内产业的补贴和政策支持，努力培育本土企业，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后，欧盟作为一个多国共同体，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更加注重协调一致。在面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压力和竞争时，欧盟通过共同的关税政策和市场规则来保护成员国的利益。例如，在农业领域，欧盟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CAP， 通过直接补贴和市场干预措施来保护其农业产业。这些政策旨在确保食品安全，稳定农民收入，并促进农村发展。然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一些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扭曲了全球农产品市场，影响了贸易公平。这3个例子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时，会采取不同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这些策略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美国、中国和欧盟的例子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政策选择，它还涉及到国际关系、国内政治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些复杂的互动和影响，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在分析了美国、中国和欧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背景和细节后，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些政策对各自国家经济转变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实施，初衷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但实际效果却与预期相悖。这一政策导致了美国的进口大幅减少，而作为报复，其他国家也对美国产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这样的贸易战不仅没有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美国的出口急剧下降，许多行业因为出口市场的缩水而受到严重打击。长远来看，这一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加深了大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似乎取得了更加积极的效果。在保护性措施的帮助下，中国的某些新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例如，在太阳能和电信设备等领域，通过政府的补贴和市场准入控制，中国企业迅速成长，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竞争者。然而，这也引起了国际贸易伙伴的关注和批评，认为这些措施扭曲了市场竞争，违反了贸易自由原则。欧盟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其共同的农业政策帮助保护了成员国的农业产业，稳定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然而，这些政策也导致了农产品的过剩和价格扭曲，同时引发了国际上对于贸易不公的争议。此外，由于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益差异，统一的贸易保护政策有时也会引起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争议。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转变效果是多面的。一方面，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为某些产业或经济体提供保护和支持，尤其是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另一方面，长期而言，过度的贸易保护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冲突，损害全球经济的整体健康和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和效果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策略和国际地位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不是孤立的，其影响会迅速传导至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议题的理解和应对，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经济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在当前全球经济高度互联互依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是由单个国家或地区制定和实施的，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国界，波及全球。每当一个国家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贸易配额或采取其他保护性措施时，这些政策便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在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例如，不仅美国本身受到了影响，其贸易伙伴国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其他国家为了报复美国的高关税，纷纷提高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导致美国出口大幅减少。这种贸易战不仅导致了全球贸易量的显著下降，而且加剧了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对于许多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尽管在某些方面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对其贸易伙伴产生了影响。例如，中国在某些高科技产品和新能源领域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和抗议。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不满转化为了对华贸易限制或其他形式的经济措施，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和稳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也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欧盟对农产品的高补贴，导致了农产品的过剩和价格扭曲，这对非欧盟国家的农民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民依赖对外出口的农产品维持生计。欧盟的政策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值降低，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影响实施国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也对全球贸易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国际贸易紧张关系的升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因此，当我们考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利益，而应该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进行思考。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
任何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要求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到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寻求在保护国内利益的同时，维护全球贸易的公平性和开放性。最终，贸易保护主义的讨论提醒我们，经济政策不仅是一种国内政治行为，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决策。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时，必须权衡各种复杂因素，考虑到长远的全球影响，以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对话，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促进一个更加公平、开放和繁荣的世界经济。